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凯谭松韵反差萌，航空剧《向风儿航》撒糖的3大心机。《向风儿航》里的王凯谭松韵，航空剧也能撒出真糖。王凯和谭松韵在《向风儿航》里演了一对机长和女飞，这组合乍一看不太搭调，一个气质沉稳，一个脸嫩的像高中生，结果剧一播，观众全栽进去了。两人在剧里从互相嫌弃到渐生情愫，没有工业糖精式的硬塞塞甜宠，倒是靠细节把观众的心一点点磨软了。先说说这2位演员的底子。王凯属于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男演员，《琅琊榜》伪装者之后，他演什么基本都能立住人设，很少翻车。谭松韵更是个神奇的存在，30多岁还能演中学生，毫无违和感。最好的我们和以家人之名里那股子灵气，换个人还真演不出来。这次他挑战女飞行员，一开始不少人担心他撑不起职业剧的气场，结果一开播，质疑声全成了真香。向风儿航的剧情不是什么新鲜套路，职场菜鸟遇上严师，从冲突到理解，再到暗生情愫，但他胜在节奏稳，没把感情线当速食快餐硬塞塞给观众。王凯演的角色是个标准的事业型男人，原则性强，脾气硬，对新人尤其严格。谭松韵的角色冲动但执着，一开始两人摩擦不断，甚至好几次在会议室里直接呛声。这种冲突不是为甜而甜的前戏，而是给角色成长埋下的伏笔。航空题材本身自带紧张感，飞行事故、职业竞争、行业规则，随便拎一条出来都能撑起一段高潮戏。向风儿航没浪费这个优势，几场紧急迫降的戏拍得干净利落，没有拖泥带水的煽情，该专业的地方绝不含糊。王凯穿机长制服往往驾驶舱一坐，眼神一沉，那股子专业范就出来了。谭松韵也没掉链子，明明长着一张娃娃脸，却能演出女飞行员的倔劲儿。但真正让观众上头的是两人之间那种细水长流的暧昧，没有壁咚强吻，没有刻意制造的身体接触，感情全藏在眼神和小动作里。有一场戏，谭松韵角色操作失误，被上级批评后蹲在走廊里哭，王凯走过去没说话，只是递了瓶水，站在旁边陪了一会儿。这种克制的表达反倒比一堆甜腻台词更有感染力。吻戏算是全剧的高光时刻之一，王凯在这段的表现被网友截成动图疯转，原因是他耳朵红了，观众火眼金睛，连这种细节都不放过，可见这对 CP 的化学反应确实到位。后来有剧组人员透露，这场戏拍了7、8条才过，不是演员演得不好，而是导演想捕捉最自然的状态。剧外两人的敬业程度也值得一说。王凯提前学了飞行理论，谭松韵则专门去体验了模拟驾驶舱。拍摄期间有场外景戏是在零下10几度的机场拍的，谭松韵穿着单薄的制服，冻得说话都带颤音，但一条过完立刻和工作人员开玩笑，我这算不算为艺术献身？王凯在旁边递暖手宝，顺带补刀，献身可以，别感冒，耽误进度。这种片场互动很难不让观众脑补戏外关系，粉丝的狂热程度也超出了剧组预期。社交媒体上 CP 粉连夜剪视频写同人，甚至有人把两人的台词截出来做成手机铃声。线下活动更夸张，有一次谭松韵在商场露面，现场粉丝举的应援牌上清一色写着请你们原地结婚。这种热情背后多少有点观众对国产职业剧感情线长期不满的反弹，太多剧把爱情拍成无脑撒糖，反倒让向风儿航这种稳扎稳打的成了清流。当然这剧并非完美，
有些人觉得后半段剧情略显拖沓，航空专业知识也有 bug， 但整体上瑕不掩瑜。他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观众不是不爱看爱情戏，只是讨厌被当成智商3岁的小孩糊弄。王凯和谭松韵的表演，恰恰给同行打了个样。感情戏的真谛不在于发多少糖，而在于让观众信这份感情是真的。最后说个趣事，有记者问谭松韵，和王凯搭档最有压力的是什么？他想了半天回答，他太高了，拍吻戏我的使劲踮脚。王凯立刻接话，下次我弯腰。你看，连包袱都抖得这么有 CP 感。2. 王凯下跪致谢之际，方知他竟是靳东背后的大人物。王凯在大家心中是根正苗红，张鲁义称他为宝藏，苏有朋则直言不可思议，真是位优秀演员。靳东在大家心里是书圈男神，老一辈称他为完美绅士，在官场上还有老干部的称号。他还是个演员兼煤矿文工团团长。在他们瞬间火爆成了顶流的背后，藏着一个共同的伯乐，只为帮助他人，自己却甘愿当龙套演员。直到王凯在颁奖典礼上当众下跪表示感谢，这才让大家明白他和靳东背后真正的大佬竟然是他。王凯坎坷的演艺生涯。王凯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真的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那时候靳东还没从学校毕业，就跟华谊兄弟签了约。他心想着有个大树可依靠，发展应该不错呢。可没想到，这大树也许真有可能成了他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现实太残酷了，真实给他浇了一头冷水。他在《丑女无敌》中演的娘娘腔角色，真是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网友看到这儿都在猜，既然角色能让观众记住，那事业肯定有发展潜力啊，为什么又说泼了盆冷水呢？或许是因为他演的这个角色实在太深入人心，导致王凯这个硬汉被贴上了娘娘腔的标签，想撕掉都难啊。这个角色确实把他的戏路给限制住了，之后王凯在圈里只能接一些小角色，事业发展也就停滞不前了。直到遇上了生命中的贵人孔生导演，那个时段事业迷茫的王凯得到了孔生的邀请，参与了《北平无战事》这部作品。在剧中担任警察局副局长的角色，对当时的王凯而言，真的是个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当时王凯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作品，加上他被贴上了娘娘腔的标签，制作方觉得他不太合适这个角色，想把王凯换掉，重新找个演员来演那个角色。但孔生导演死活坚持要用王凯，他坚信王凯能胜任。就这样，孔生导演把王凯留下来了。在拍《雪中独白》的时候，孔生导演一次性拍了王凯足足23条，每一条镜头，孔生导演都亲自盯着。王凯对此感到很困惑，甚至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等作品一播出，王凯才意识到，在拍摄那23条时，自己的演技真是大幅度进步了。不论是眼神还是台词，他都显著提升了，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心，也让自己刮目相看。凭借这部作品，他顺利地从老戏骨演员中脱颖而出，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小鲜肉。在孔生导演的帮衬下，王凯的事业简直像是开了挂，一路飞腾，非常顺利。后来，孔生导演特意为王凯量身定做了《伪装者》里的明成，以及《琅琊榜》里的靖王。尽管当时对这2个角色的选角也有不少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孔生导演还是坚定地选择信任王凯。结果证明，王凯没有让人失望，《伪装者》的热播让他饰演的明成被观众赞誉为万能男友，《琅琊榜》直接让王凯牢牢占据一线小生的地位。他在剧中饰演的靖王备受观众的认可与喜爱。这2部剧作让王凯的事业瞬间攀升到巅峰。他因这2部作品拿下了好几个奖项。
在领奖台上，王凯拿到奖项后，做了一件让大家既惊讶又感动的事。那时，他单膝跪的，双手捧着奖杯递给孔生，那个画面有点像求婚，其实是王凯在向孔生表达他的谢意。王凯可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心里明白，要不是孔生，就没有今天的王凯。他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向大家表达了孔生导演对他的帮助和赏识。孔生导演捧红的不光是王凯这个宝藏演员，靳东这个书圈男神也是他推出来的。靳东的贵人相助。靳东出道以来，虽然参与了不少影视剧，但反馈都一般，观众对他的印象也不深，始终在没啥人记得他的尴尬状态中。直到遇上孔生导演，靳东的事业才开始迎来转机。他当时和孔生导演一同出演《温州一家人》，而孔生导演真的是特别擅长发掘那些有实力却不被注意的演员。他欣赏靳东的表演和气质，经过孔生导演的指导，靳东终于走出了那个长久以来的军人形象，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让观众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伪装者》的热播，靳东在剧中扮演的明楼，瞬间成了整部作品的灵魂人物。为了解析这个复杂的角色，孔生导演陪着靳东观看了许多历史纪录片，要他牢记每种表情和眼神，还得反复揣摩，把人物的特点搞得透透的。真心的承认，孔生导演在人才培养上真是个行家，靳东在他的带领下进步得飞快。自从明楼这个角色之后，靳东真正拉开了他正剧一哥的演艺生涯帷幕。从那之后，靳东可谓是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出演了不少热播剧，最让人记忆犹新的就是《我的前半生》。他在剧里的霸道总裁形象，真是让不少女生心动啊！既有钱又温柔，啥事都有着落，遇到难题马上就来帮忙，这种霸道总裁谁不喜欢你？低调的孔生导演。孔生导演把王凯和靳东捧得红红火火，摇身一变成了超一线的顶流男生。可他本人却相当低调，追求的不是那些显眼的名声和热度，而是真心热爱演艺事业。因此，孔生导演被观众们称作影视圈的扫地僧。他帮助了别人，最后却依旧是个默默无闻的跑龙套。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描绘了教师奉献自我、照亮他人的高尚情怀。这时候说孔生就是个绝佳的例子，他才是真正的导演，真正热爱演戏的那种演员，不图名利，不会利用演员的身份疯狂赚钱，他才是真正值得大家追捧和尊重的演员。对孔生导演的无私付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他对作品的执着追求和对演员的悉心指导值得赞赏，也有人认为他的风格可能过于严谨，导致某些作品在市场上反响平平。还有一些影迷则认为孔生的奉献精神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榜样，值得年轻导演去学习与借鉴。总之，大家的看法各有千秋，反映了对他作品和个人风格的不同理解。王凯，1982年5月18日出生于沈阳，著名中国大陆男演员、歌手，因其出色的演技和作品而受到广泛赞誉。王凯于2004年凭借电视剧《裸婚时代》获得关注，之后在多部热播剧中表现优异，如《琅琊榜》《欢乐颂》等。他不仅在表演上展现了多样性，还多次为影视剧献声，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凭借扎实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王凯在娱乐圈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一批忠实的粉丝。靳东，1976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著名男演员，以出色的演技和广泛的作品而闻名。靳东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早期参与了不少话剧和电视剧的演出。凭借在《谋圣鬼谷子》《欢乐颂》《完美关系》等剧中的出色表现，
他逐渐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靳东在银幕上时常展现成熟稳重的形象，成为了许多观众心目中的实力派演员。他不仅在表演上有着出色的表现，也因其阳光帅气的形象和亲和力广受欢迎。孔生，197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著名导演，以其精湛的指导能力和优秀的作品而闻名。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早期从事编剧工作，后来逐渐转向导演领域。孔生执导了多部备受好评的电视剧，如《芈月传》《伪装者琅琊榜》等，凭借其出色的作品多次获得业内的奖项和认可。他在作品中注重细节，擅长人物塑造，常常能将深刻的情感传递给观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性。